台塑石油 APP 邀您共赏笑脸出发吧。我们再度回到台东了，哇，真是太美好了！你看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空气，对，这里的人情，哇，浓郁的不得了，都在欢迎我们啊！然后有一个呢概念，我们从这一刻我要注入在你的心田里面。哎，是什么？我们要呢，开始要慢旅，哦，慢旅，然后慢食，所以我们这次来台东算是慢慢路。你看天空是什么颜色？对，台东蓝，但是今天要带你找的第一个是台东红，台东红，这个便是五2宜、3宜、4宜、5宜。宜。讲话小心一点，我以为我老婆在家。这个是庆玉，是老婆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样？我们会一起呢去寻找一个国宝级的，他其实是个人物，他帮台东呢创造了很多的奇迹。再出场250，脱光衣服唱。其实我看着看着有点感伤。台东有一种呢红钻石，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哦，它好像笋哦。这甘蔗笋，甘蔗孝顺笋啊！呐，我许孝顺呐。我小时候的外号叫卡北顺。还有呢一个非常很厉害的哦，是你有看过面里面有一只很大的骨头，然后那个骨头呢带着呢非常 Q 弹。哇，被你形容的我已经忍不住了。静一下，来，我是单纯的比，那是胶质啊。初赛局里面有提到一种乐器叫什么？哎，我不知道哎。琵琶。老板的脸很像琵琶脸，是吧？你好。卖下多少不？不一样，琵琶呢为我们大地贡献的内容。我们过去也吃过不少的原民餐，对，但是这一次呢5星级的原民餐，哦，哎，它那个绵感是非常好的哎。好细致哦。这2、3天哦，会让你比较辛苦一点点。对，我会带你去呢放松泡一下美人汤。让自己真的是。太期待喽！我们就呢加速我们的马力，一起来喊“笑脸嘞，出发吧！啦啦啦啦啦！威哥，喂，小郑，今天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台东红。台东红，就上了这个坡呢，你就知道呢什么叫台东红。这样看过去是台东绿啊，万绿丛中一点红。你相不相信我们的节目现在越来越科技化了？你手只要伸过去，就会有装备就来了。你看，是，如此的科技，这不是科技，这是方便。采茶就是要有装备，是，然后一定要背好。采茶，对，所以哦，上次我们是去看那个嘎鸡腿啊，对，那是台湾的 LV，这是台湾的 Hermes。哦，来，我带你去找呢原主，就可以呢知道了。走。没有看到，是我眼睛有问题吗？你有色盲吗？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是绿色啊。我也觉得它是绿色，是，但是那个红呢，是一个因为世代交替，找出来的一种颜色。是。哎，老板在这里，老板，林老板吗？老板你好。哦，你好。啊，小郑，这采茶是不是？对啊，我在采茶。哇，林老板，第一个让我很讶异的，是你们这个园区怎么会整理这么干净呢？一般茶园这个茶道好像没有那么舒服哦。我们是在把它当成花园来整理。我们这边是有机茶做有机茶，你看。对呀，对，我们沿路我就看到很多应该看起来野草要拔掉了，竟然没有拔掉，是没有那种除草剂，是不是？我们是不用除草剂，我们都是完全用人工去砍草。我们台东是好山好水，对，好善良。那我刚刚沿路一直跟他讲说，我们这边叫台东红，台东红。他说哪有？台东红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台东的那个红乌龙。哦，是新品种吗？不，是这是做法。从2008年以后，这个历史算是很短的，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茶叶，历史很短，但是经济能量很大。这个有没有赚很多钱呢？这一片都是你家的哦。对呀，这个不要说那么大声，这个不能说太大声，那就是因为好喝，好喝哦。那个跟一般的乌龙有什么不一样？乌龙茶它是有清香味，对不对？对，我们红乌龙是把清香
转变成果香。哦，果香当初为什么要开发呢？这个红乌龙我们这边海拔不高，是低海拔的茶叶它的口感的确跟高山茶是不太一样的，是，而且我们最近那个进口茶叶又很多很多，对啊，所以在地的要另辟蹊径啊。对啊，我们已经没有出路了啊，没有出路怎么办呢？出路就这边出，对啊，多别人牛奶下很好啊。我们农会的那个总干事就召集我们的茶农，能够做什么茶叶？农委会的茶改厂，从那个时候就想说，是不是说做一个很红色的？因为我们这边低海拔虫多嘛，对，虫咬的做的水色就深嘛，就比较红。不然这样红，我们做更红。看来能不能做出一个红色的乌龙茶来？结果就这样，乌龙跟红茶的混合做法，真的没想到最近是大受欢迎。听说呢，这个女儿呢，最近呢背了几百公斤到日本去推广，聘邀过去。哦，这个厉害的这个介绍交流，介绍红乌龙，你一定很喜欢哦。它的口感就是特别有果香，就是果香跟蜜香，因为虫咬的小绿茶叮咬的做的就蜜香，没有叮咬的做起来就会偏果香味。这个有几种品种？这里有种3个品种，这个片是武夷、大夷、二夷、三夷、四夷、五夷。听起来这一位先生他体力很好。不，讲话小心点，我老婆在家。我老婆在家，你要找武夷啊？来看一下，很好很好。它只要有2夷就跑路来武夷泰，这是它的品种的名称。这个是老品种，福建武夷山的那个武夷，从那边移植过来的。对，这个是庆玉。庆玉是蛮新的一个品种。哪个庆？3点水一个心脏的心。哦，庆进去的庆。对，庆玉是老婆的名字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不是台湾茶叶改良场的命的名字。哦，那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是迎香。欢迎的迎，香气的香哦，你不要想歪了哦。没事，迎香很好啊，这个香味扑鼻而来的概念，迎面而来。你以为你戴着墨镜我都看不出来你眼睛的光吗？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看到，好像有拔过哈，特别整理啊。对，这个迎香我种的比较久。那为什么迎香都把它们砍掉？不乖吗？这个我们已经种了10年了，它太大颗了，然后长得很高，不好采。还有一个太密了，我们背这个篮子进不来，会卡着进不来，所以我们只好把它矮化。对，矮化，我们那个叫台艺。哪个艺？挂包那个花，一个叉叉一个刀。哦，沙的意思。台艺，入乡要随俗啊。是，你不乖有没有台艺？台艺。哎呀，好 ，OK， 好。这庆玉这个就是受小绿叶蝉叮咬，它才会这样长不大，黄黄的。你看颜色不一样，这个小绿叶蝉是可遇不可求。好，我教你们怎么采。怎么采？就是采这样1心2叶，或者1心3叶。这样比较嫩就对了。对，了解。哎，这样采，这样。你看，采的就变成这样。对。哦，很厉害哦。对，这样子种茶。多久的时间了？40年了。哇，这么久的时间哦。对呀。从小家里就种茶吗？家里有种茶，我是新竹过来的。哦，你是新竹？以前是种那个，以前是种清新大胖。他怎么会跑来这边？这个说来话长，国道3号的开道。然后我们就过来了。我们的茶园工厂被开了。你看，对，就是这样，采出来的茶都是这样。对，是这样子。很有 feel 哎。对啊。跟我们刚刚采的那个不太一样，它长相不太一样。这个是没有小绿蝉叮咬，可是它已经是有做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了吗？对，我们已经做过日光萎凋，然后室内萎凋，然后浪青发酵。发酵完成了，这个时候要揉捻的时候。哇，现在闻起来就好香哦，那个茶香。浪青是这样浪吗？这个手拉起来这样。轻轻的拍掉。就是说你让它走水，然后页岩摩擦，而茶树会氧化。水分太多，做起来也比较苦涩，也比较不好喝。对，所谓半发酵茶、乌龙茶，它一定要走水。我们绿茶不发酵，就是说拿海就直接可以杀青。但是红茶全发酵，你就必须要揉捻好，让它完成后发酵，变成一个红色的才叫红茶。是。我们乌龙茶叫轻发酵。然后呢，刚刚又听到杀青。杀青就是叫炒茶的意思。你们练过太极吗？他有时候他个性比较急，我比较急太极。待会我教你打太极。好，一个人
半带多一点，因为揉下来剩下一点点。对，你看，就这样。这样让它滚，这样旋转，在那个加力上，有摩擦，比较有摩擦力，哎，这样是逆时针，逆时针，在这个地球上很多动作你都要逆时针，你像跑步，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不顺时钟跑？啊，顺时钟会跑太快。不是，跟这个自转公转的概念有点像。曾经有一次这个比赛，他就说我们就来顺时针跑，结果发生这个运动员跑完之后，大家都去吐。所以后来大家就想说，就跟我们坐火车，对，顺向比较不会吐，是，坐逆向会很容易吐。揉这个时候，一方面揉，一方面给它加点压力。你这个像摸什么一样？对，这个不对，这个要加压，加压，不是轻轻的。人家在揉就是要用温柔的揉法。对，它这个越揉越紧，对手会出水。然后摸到加紧的某一个阶段以后，你看它就会有一点点的出水的感觉。对，再抖一抖，还让抖一抖，松开以后又再重新开始揉。这些动作哪一个动作是最重要的？最关键在于日光尾雕跟室内尾雕。对茶叶的品质。到最后我们揉好了以后，才用整形。那整形跟品质无关，那是跟外观有关系。然后林老板，你摸我一下，你看我现在品质怎么样？需要整形。我看你不怎么用力哦。哎呦喂，又饿又累了啦，真的啦，累了吗？30几分钟了，累了吗半小时过去了，那么大坨已经剩下一小坨了。接下来我们打开来看看，不用倒下来，你就打开来看。太急了，我就说你太急嘛。好，没关系，你让我看。这几片掉在那边多寂寞。不好还要再揉，你打开来把它用松的看看，看它的卷曲程度如何。我不要，好不容易揉成一团又要弄松。对，我这样已经来回20几趟了。来看，这样，这样稍微可以了吗？不错哦，有用，感觉好像泡完的。我看你的，你可能比较力量大哦，对，曲线哦，它比较紧一点，对不对？没错，这样很好哦。对，揉好了以后，它还有一点绿色的，所以我们要放给它大概4至5个小时，它就整个就红了。红了，我们再拿去整形。第一个好包装，第二个携带方便，然后我们泡茶放壶子里面也方便。你看我他们懂茶就这样很厉害。有没有？现在整篓都在你那里。我夸你掉去金甲机，这个整形完了，就是一颗一颗要揉到什么时候啊？几乎要10个小时来的。哇，10个小时。对呀，这边又再4个小时，揉半个小时都小命都快没有了。对啊，而且这样随随便便，你看这样抓起来，这样才半斤吧？差不多，对不对？这个半斤茶里面就有上千颗芽茶芽，真的，所以这个粒粒皆辛苦。是用这个红乌龙，感觉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耐泡。因为红茶本身就耐泡。对，红茶有听到那个歌吗？红茶妹妹很嗨哟，长得嘛一头很嗨哟，嘿。我们来喝个红茶哟。不对了，节奏来到你这边就会变成运动。OK， 待会我们喝看看。这是林太太。你好。这是林女儿。这是林这不是廖先生。对，姓林。是的，林老师。种茶的呢，最幸福的就是呢，后台呢。有一个非常温柔美丽的地方，温柔的力量在支撑啊。对，第一款茶是第一款是经典款，女儿是用爸爸的台茶20号银香的品种。左边的就是第一泡。对。女儿认为喝茶要有一个仪式感，所以喝茶不只是好喝，而且要有美美的搭配美美的一幅画，喝的好茶。这幅画多好。尾韵的时候还是那个带有乌龙的一个香气啊，那前面的时候，反而进到嘴巴的时候，就真的有那种红茶香的感觉。因为一般红茶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它是有点涩感，但这个涩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舒服的，然后呢，整个舌面呢是就非常像是一个活泼的一个反射哈。是第二泡
为什么要分为这么多泡？第一冲它是碰2分钟，第二冲是3分钟，它所呈现的味道是不一样。哦，第一冲的话，它是直接香味扑鼻而来；是。第二冲的话，它比较内敛。对，这是女儿的一个想法吗？对，是我女儿今天刚好在日本推广，她去日本推广红乌龙，大姐来代替。大姐平常是负责什么？管理这间店。店长听说有3姐妹，是。那妹妹该不会甜点是她做的？没错，因为我们家的红乌龙是做有机的，连红乌龙末我们都很珍惜，所以女儿用红乌龙末研发出来的一些产品，加在里面了。是。哎，我刚刚喝这样第2泡，有没有觉得它好像更靠近红茶的感觉？第3冲是加洛神果酱，它非常适合的一个搭配。有时候太酸了，会有一种初恋的感觉。是，已经谈过3次恋爱，他突然间觉得，嘿，在路边看到一个，你好像我初恋前任。没有，一直把一些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没有，这个林姐姐，跟我初恋前任长得不太一样。太棒了。但讲到酸呢，他们其实有自己很独特的一个研究。因为女儿哈，她认为说咖啡有浅焙咖啡，有酸咖啡，为什么茶叶没有？所以丢功课给爸爸去研究。他们2个共同研发了1年多，他改变红乌做法，已经申请专利出来。它的抑菌是非常高的，就对人体好的菌。对。比如长阴菌，哎，也是一种。是，对不对？像我就裴勇菌，我比较这距离差一点。裴贤菌吧，很特殊的味道。它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葡萄酸呢。它的酸倒不是说拉得很高，但是有微微淡淡的。如果跟咖啡的那种酸比起来的话，反而它还比较再浅一点点。但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的。我觉得第1冲应该有一点含蓄，它不太像茶的感觉。是，就有一种另外什么饮料，如果再加点冰块就更不一样。如果再滴1-2滴你喜欢的酒，哇，哎，这个好喝。第2泡的话非常迷人，找到一个新思路了。它的酸味就更明显，但是它伴随那个茶香。你答对，我们3泡都是用冰的，就用冰的哦。因为冰的它的酸味可以再提高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种沉淀后的那种感觉，反而那个酸度没有那么高酸，是，但是呢，茶的圆融，又从这边又出来了，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香的感觉啊，超棒！品尝一下3妹的做法。红乌龙拿死。哇哦！非常好的搭配，它有点木质的香，然后当你觉得哎好像有点奶味比较强烈的时候，哎，它的红乌龙的那个茶叶感，这个我看看，外皮酥松开，里头自开味，好的不得了，它是有茶香的，对，而且这2个茶香的表现不太一样，它等于刚刚是用那种茶叶的那种微微带涩但苦的那种感觉铺垫，那甜味跟那个茶香是刚好，就是有点哎我们所谓的那种。乌龙茶，我有那种浅甜的那种。还有放了那个 whisky。啊，他说女儿不懂茶，对，但是我觉得很懂呢。对啊，我们的下一步呢，我要带你去看你的国宝，哦，寻找那个国宝的秘密。这个就是国宝，对，你觉得它像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人物的感觉，对不对？什么样的人物？戴着2个圆圈圈的眼镜。你这样一说哈，它的那个国宝那个感觉，大家就知道了。而且呢，他当年来这边的时候有很多的故事。他传授了几招哦给我。他说呢，一个女生呢，怦然心动的时候，情窦初开，一定要让嘣哒哒嘣哒嘣哒嘣哒哒嘣，这样子有情窦的。来，看这副眼镜。好久不见，你好，哇，威哥，你好，这是脱线拔的儿子。脱线拔呢，在几年前呢，已经去当神仙了。对，所以呢，留下了多少呢？我们的这童年的故事。小时候呢，他都演得很好笑。我说，一个人怎么可以那么好笑？算是第1代的一个笑匠的。他说把在台湾的艺界有60年。哦，真的。对，从最早的舞台剧啦、黑白电影、黑胶唱片、电视第4台、工地秀、餐厅秀、录影带，做到直播。很完整呢。这个公车在这里有什么特别意义？最早期因为新竹乡下
地方。是那时候拍探家，对对对，所以他就到台北去出国工作。找工作，第一个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开这个公车，但是开了3个月他就不开了，一开始跑龙套。那这个导演可能觉得他也这个脱刷，就给他一个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就一炮而红。哇塞，这个故事馆哈，现在是爸爸离开之后，就帮他呢陈列了这个牧场成立有30年，是。那这个故事馆是我们2年前新成立的，是。那主要就是子女对父亲这个思念跟缅怀，对，也希望我们所有台湾朋友都能记得托刷把。哎，那进故事馆有个很重要哦，是要换上托刷把的榜样。对，他最早的成立的综艺团就叫妙人，所以我们把它复刻下来。托刷把因为小时候很穷，对，养成他勤俭的习惯。这个椅子托刷把生前做的，哇塞，这个藤椅都坏掉了。这样后来收到爸爸给个这样。坐在那边的时候，觉得所有的回忆、所有的美好都在这张椅子上经过。是，所以这样一个头捆。哇，我看到这一台你有印象吗？哇，太有印象了啦！这是我做过的，真的。对，这边有照片为证，你看，我今年16岁嘛，是，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啊，对，负8岁。他那时候就等于就是开这个吉普车在这边开垦。63岁的时候从台北开来台东，一片的荒地开始开垦，因为开垦就负债了，负债从有钱养鸡养到没钱养到负债。70岁负债5000多万。我看到那前面有个马达，对不对？对。这里在拉石头，在干什么？都是托刷把，自己一个人做了很多事，自己开怪手，对，自己开挖土机、下马，做电工、做水电都是自己做，为了省工钱。省工钱真的都是自己做。你知道 Hinoki 做的一个柜子，对，是不是很贵？是的。这个柜子这么小，它就价值3000多万，怎么可能？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木头呢？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再告诉你。好啦，这个怎么样？这个一定要来了解。来。哇看出所以然来了，都是支票跟本票。哇，都是托刷把这一辈子被倒的钱。我希望你们2个仔细看一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许不是。喂。今天如果找到就打2折就好。对，2折。其实我家里也有几张。真的吗？1933年，所以爸爸是22年次。对，那是。哇，一直到2022，哇。太有 feel 了哦，真的。其实我看着有点感伤。在这么苦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人，他不轻言失败，他不轻言放弃。他说：“把今天这样子儿孙满堂，一直传接着他当时在这边的最辛苦的那个战斗机时代，到今天。这个场景呢，就是当初托刷把来养鸡。”但是给起后也别出去，没有自己的通路。第一代，从有钱养到没钱，没钱养到要负债，所以托刷把就摆在大马路旁边，写了一个招牌，就是这一块。这个最早，当年我有拍过。对，保存了30年。是。带出场250，脱光衣服加50。对，因为当年有牛肉厂嘛，对，这是鸡肉厂。警察来看了3天，你才知道哇，原来是卖鸡肉。而且呢，我看到那个三角锥，这个，你猜一下这什么作用的？那个通关密语啊，丢垃圾吗？不是，当时托刷把都拿这一支刀，这一支那个猎刀，从鸡的脖子划下去，对，把鸡丢到里面。然后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还记得，什么？做鸡做教无了时啊，后世人出世呢好野人家里啊，这辈子我因为生活需要，不好意思这一刀我用了，但是呢你牺牲了你的生命，是希望我给你的祝福，下辈子不要再当鸡了，就到了有钱人家里超度一下，对，放血，然后再烫毛脱毛，后来就开始烤鸡了，对，后来开始这个也是托刷把自己研发的，自己做的。那老人家有讲一句话，是刀一出鞘一定要干嘛？
见血，今天要见谁的？哎呀，毛劲，慢冲锋啊！其实没那么残忍，哎，刀一出鞘很重要，是要收回去，要收回去的，这样比较安全。其实我们故事馆还有什么唱片行啦，待会都可以慢慢看一下。对，柔道场啦，还有这个电影院，我倒是第2代嘛。是，那现在已经延伸到第3代。是，我侄子他们也都回乡帮忙，就做了一家早午餐咖啡厅，比较年轻化一点。对。还有鸡肉松，有吃过吗？鸡肉松，哎，今天没听过这个。一般都讲猪吧、鱼吧，我们是鸡肉的。要吃东西之前，先让你亲手做一下鸡肉松，怎么样？哦 DIY。你看不到完整的实体的鸡吧？对。哦，不然你如果想看鸡油蛋到山上，不用帮我叫5万多只，不用帮我叫鸡，谢谢，不用5万多只，一只1天1块钱呢。今天的主厨呢是我们的宝儿，哎呦，宝儿14岁，我16岁，我大他2岁，算是脱线拔第三代哦，已经都弄好了。这个肉是以鸡胸肉做的鸡肉胚，鸡肉对胚，，它是鸡肉松的前身。哦，还要先炒过，但是我看到前面有这么多配料，对，对，所以今天的主厨不是我，是你们2位。哦，2位，那你只是要教导我们，对，我在旁边监督。那你打电话视讯跟我们讲就好了。开火之后，你想吃多少就夹多少，因为这个火蛮大的，鸡肉松是很容易烧焦的。我说要一直搅拌。对，哎，那这个产品是你们自己想的还是？阿公。阿公真的很厉害。对我们牧场里面的诸多创意，大部分都是阿公所发想的。阿公小时候会一直跟你们讲说他以前怎么样。丰功伟业。阿公比较放眼未来。哦，那我们炒大概一半的时候，我们再加鸡油。鸡油要后面再加，才不会吸太多油吗？对，没错。那如果鸡油我已经出来了。那这个鸡肉松跟猪肉松，它们的这个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的热量。哦，因为鸡肉松它其实是属于白肉，那它的热量是非常低的。鸡肉松的配方里面呢，有加一点点的豆粉，会让它更酥脆。这个就是看你们个人的口味了。你自己喜欢哪一种口味？其实我觉得可可粉蛮好吃的。真的假的？有点甜。那我们比较年轻的，对不对？13香哦，来一点点。目前还没有见过那么混搭的。Mojito Mexico 了，那会不会太多了？哎，这样各位同学 OK 了啦。哎，那你们这样第3代回来帮忙多久的时间了？我自己个人是回来大概3年。因为鸡肉松好像我第一次吃。对，哎，其实很赞哎。我的迷迭香你吃一下。也很好哎，但我百搭哎。对，我们这个干吃松也不是办法。对，有没有饭可以吃？对，当然有。黄金胶皮啊，是，他们叫战斗机，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起家鸡。要先讲这个鸡的鸡种跟外面吃的有什么不一样？哦哟F51还是 F 遥动式？F16。我们的是黑羽土鸡，它的饲养期是3到5个月。哇，你知道我喜欢哪一块？我知道。那它的特色呢，就是皮薄肉嫩。哇，你那个鸡油，哎呦喂啊！哎呀！我飞走了！那我们都养到4个月，因为5个月可能就会有点太老了。黑羽土鸡全部都是放山饲养。哇，那这只鸡呢，大家是要慕名而来啊！真的。还没吃我就讲摇了。哎，我看到这个旁边这个也是鸡油，鸡油有，哦，可以去淋上面或者沾它来吃。对，有些人会淋在饭上。太强大了。哎呦，这个一定要沾它一下。淋漓鸡翅。哎呦，受不了！哎，我好奇啊，你平常私底下讲话是这样子，比较正经的感觉吗？当然不是啊。哎呦，怎么样？超级嫩！我想这个火候拿捏到一个极致。它不是只有稍微弹而已，它还有一种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哎，好香哦！你们要烤多久？这个大概40分钟。我老婆呢，偶尔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就说：“哇，你们是过很爽。你不是说很辛苦吗？很辛苦的在吃啊，我们好辛苦啊。
哇，很好吃，很香，但它皮很薄，但是它中间还是有一点点带那种油脂的那种感觉，但不会太多。那个微微的那种焦香气已经完全出来，而且那个脆度非常的适合我这个年纪16岁来吃。而且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调味的方式，大家可以来吃。那好，上菜了，这一盘就厉害了，这是我们的浮夸早午餐。哇塞，浮夸早午餐。顺哥那边的呢是红乌龙气泡饮，对，上面有我们自己台东的香丁干，没什么味道。应该是吸3天也吸不起来吧？是啊，它不是吸管，早要克数。这位是哥哥，哦，哥哥，还是妹妹？对，哦，这是你算是老大我记得第一次见到顺哥的时候，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了。哦，真的哦，对， 25年也是在这里吗？对，对，也是在这边。那时候还在盖房子。我记得那时候，第一家店的那个看板都在路边。对，那时候其实就是跟着阿公一起，在这个心路历程都是跟着阿公一起长大的。对，这个浮夸的早午餐上面，你们可以看到几乎都是我们台东在地的水果，然后蔬菜。有机的，这个是鬼头刀鱼柳肉卷，这个是我们台东其实有很多的外配，我们请他们做他们家乡的肉卷。这个肉卷你们在外面可能吃不到。这个生菜早上才现摘的，蛋呢是斗鸡蛋，斗鸡要养6个月才会生蛋。太棒了，那种吃到一种健康。因为我了解到，就是你们其实大部分都是台北人，就是在台北长大，对，长大。但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回乡。最初的原因是因为阿公做生呢，3年前我就回来，那我也发现说，台东很主要的就是在推崇慢活与慢食这件事情。那我们慢食的理念呢，就是要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知道自己食物的由来。那其实我刚刚有看到，好像你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个刺青，对不对？这个是脱线阿公的签名。对，因为我们会聚集在一起，全部也都是因为阿公给我们的一个精神理念。对，我真的给阿公谢谢，给这些的后代加油，继续传承下去。对。伟哥，哎，我呢要带你来呢，见证一个时代的兴衰。这里曾经呢，这是种植的那个红钻石，以前有500多甲，哇，现在剩下5甲啊，少这么多，不被需要了吗？不是不被需要，我们要来问一下呢一个老板，好，他在这边有几10年了，走，发生什么事？可是这是什么？红钻石，就是红甘蔗。红甘蔗怎么会现在少这么多？不知道，但现在呢，在复耕的，你看这个都已经是在芽苗了。哦，蔡老板在那边忙。来，哎，你好，哎，老板，先生，中间不能踩哦，是，要踩上面的土哦。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真的，甘蔗是倒着种的。对，它是躺着哈，而且要双边的侧芽。你如果单边的话，只有单这一个地方会发芽啊，然后太密的话，它就要嗲掉。出果的话。那个甘蔗的比较粗一点，你太密的话细细的。种是要种哪一节？对，从这里砍断，对，然后取这一节。就这一节。这个就是这种。那为什么不能用这些？那个已经老化了。所以这一节密度比较高，它的那个芽点都在。才会双边发芽。对。所以它不用再特别再播种这样子。不用。然后淹水以后就放上去。要种的时候前1天晚上淹。第2天一大早来种。我们听说这以前呢种了500甲，现在只剩5甲。以前是300甲。300甲，那时候是很辉煌的时候，差不多维持20年。然后开始人口老化，年轻人也不喜欢啃甘蔗。可是还是有制糖啊。没有，制糖是白甘蔗。所以红甘蔗完全是就是喝跟吃而已。对。我看这边才放下去，刚在发芽。对。但是我看隔壁有那个苗已经长出来。对，那个就要覆土了，要盖土。你没有土的话，它不生金啊。生金才能解渴。对，生金止渴，了解。所以呢，甘蔗是1年到头是轮种这样子。我们1年是种8个月。然后采收1年。我们过来看那一块，来。你现在还在种，坚持是为什么？
因为我有固定的客户，增加收入啊。还是有一些人需要啦。稍微付一下。啊，来，那借我付一下。今天既然都来了，这样。一点薄薄的就好了。那泥土挖多一点，挖多一点。然后这样子，对，大概要付几次土？一次而已，一次。然后开始就用机械了。机械怎么弄？机器啊哈，它可以直接把这中间的土然后盖过去，喷过去，以后这个中间就等于是凹下去了。那个凹下去的地方就是吐出来的地方。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去采收了。好，不然我们到采收的地方。好啊，好啊。蔡老板，这已经也当采收啊。是，一年啊，一年。咱免来看伊讲已经成熟啊。就是伊的结巴24节以上嘛会使愈济啦。会使啊，啊，不过迄个肉可能食起来就较老你若过老品质会较无好。甜度啥拢较无好。对。啊，这个籽啊，即摆咧放迄个虾的哦。对。啊，迄什么意思？因为一般来讲，下面开始白五变虾了。就会使炒。对，使炒。白虾的意思就是讲，较惊风雨。辉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甘蔗也有环肥燕瘦哦？对。伊若摕到的时，伊底下伊就结巴较济，出来做加食，较老咸的，适合人食用。老咸的就较长的啦。对，老咸。啊，听人讲哦，种甘蔗吼，这个水分真重要。是。水会要来灌水。细长的时伊是惊水，因互伊饱吼。差不多半工，阮都爱给捞掉。啊，换紧。因为对，热天的时，差不多是1礼拜饮一摆水，啊，冬天的时就是半个月饮一摆。来，我们试一下背哈。来，我徛起来哦。徛起来，会使袂拔动。徛起来咯。好了，对，背一点。啊，你甲慢慢。对。你如果剥下用这个。要用铁钉啊扛，伊个铁钉啊吼，扛下下，扛下，它好像笋哦，跟笋那有啥物关系哦？有啊，这甘蔗笋啊，好忘记。我小时候的外号叫卡北笋，哎，差不多。好，可以。辉哥，你推这只给我。好来，这一只。对啦，那就小较长的啦，一支啦，一支较长的啦。这个木瓜人袂做，这真甜呢，安尼会使无？会使。啊，甲烫沙啦。对啦，甲烫沙呢。帅气。所以要喝一个甘蔗汁不容易啊。以前听说甘蔗田很多，有一些朋友他们谈恋爱会到甘蔗田里面。你怎么知道？真的哦。谈恋爱的时候有到甘蔗田去？没有。大家拢咧采收啊吼。对，是工人吼用枝头骨起来，即摆放伫土家，放互伊平，等下因来铺这架种起来。这个高劳力啊，已经无人要做啊。我再多看卖哦。好，再上来一点，干脆一点。辉哥，行不行啊？可以。不行可以喊救兵哦。我来了，我叫老板了。啊，即摆嘛是拢用人工安尼一直咧炒吗？甘蔗吼，无法度用机械代工，伊的皮吼，足惊扣伤，伊扣掉就肉就会红去，红去就会臭酸。一般来采收来讲，就一定爱先挖甘蔗，把这甘蔗安尼就起来。来，我也吃快慢点。小顺，你 O 不 OK 啊？这个没那么简单啊。你今天开玩笑出钱。弄到报销啊，6倍报销。无多啊。无对。有对。无够深，无通过。扑掉。这支啊，咱讲弄2支笔记啊。阮平常吼，还拢卖骨，安尼夹底。有了，1根就好了。
伟哥，是，我看我们吃不了苦，对，我们吃甜的好了。好，来，我跟你讲，老板，这一根，比较柔软。哦，好，哎，甘蔗肉比较嫩哦哟，起码这先剁掉嘛哈，然后就下来，下。哦，那个不能下甘蔗，轻轻的那一剁，你看，一个正一个反，对，这个真的是一种回忆感哦，童年的回忆。我看一下你的手相，看适不适合。哎，来，哎，真的好吃哎，而且老板挑这只特别软，对啊，也假牙也不怕。哎，老板，我看到你旁边有这个秤锤，它是干嘛？我们每一把甘蔗哈捆好以后，就是要称，才知道它每一把的重量啊。90啊，我们就要打字打上去。这个是罗马文。那明天可以来上班了。可以。我们这里非常切工，刚刚好。还蛮重的。12。威哥，你认真一点，那甘蔗给我。好，来 ，OK， 来1、2。好，92。好，蔡老板，我们学到你的功夫了。那我们现在去看看呢，我们甘蔗的甘蔗汁。这个颜色比较暗一点的是纯甘蔗汁。哎，这个赶快要喝一下了。对，因为它会氧化，所以它会变色。甘蔗哦，一流的好纯哦。这个新鲜的，好像100%，绝对是连一滴水都没有。它的甜是非常的纯粹，然后很舒服，又有香味、果汁感，对，而且会有回香。我们台东的甘蔗就是引有多一个回香。啊，这个是甘蔗柠檬汁。老板，你一直拿走就喝不到了。因为有加柠檬，它会漂白。因为甘蔗它就很好的一个基底，所以你加什么都很 OK， 真的很棒，加一点荆棘也很好。对，这2道算是甘蔗笋。甘蔗的最尾巴那个甘蔗笋，这一道是我太太做的卤排骨、香菇排骨，还有蔗笋。我们对它笋子整个吓一跳，然后它的甘蔗笋吃起来就像嫩竹笋一样，前面就是它的卤汁香嘛，你看那个笋子淡淡的香气，到后面的时候开始有点回甘，有没有？我好喜欢那个甘甜感，那个肉汁里面浸满了这个甘蔗原味。那甘这个是对于我们姓许的是很重要。你人生3口无紧，但是要回甘。对哦。还个是一个有丹哦。所以阮叫名叫做苦甘丹。许甘丹，实际上是甘蔗的甘哦。都并卵变成药丹的丹。哎呀，这个应该就是只有你们这边是有人在炒。要取这个蔗笋很费工。对，很费工，但是它的价钱是蛮高的。我现在都是给一个那个大姐，她生活比较贫困一点，所以我都给她去接。对，好有爱心哦。这一道是那个凉拌的，不一样的风味。那这边就是稍微用一些青菜去搭配，然后吃起来比较爽口一些。辉哥，我觉得你很辛苦，待会我们就是好好放松一下。我带你去泡呢美人汤。是美人坐在那边，可以跟他一起泡汤。一定，搞不好隔壁坐的就是蔡大哥，也不错。没有，一起我还要还有工作。他紧张了，甘蔗都还没有。大嫂在那边看，不一定泡美人汤。今天晒了一天哦，所以我现在呢要带你来先完全放松。我们来泡个美人汤。哇塞！要来见一个 key man。来，袁正总监，老师你好。其实呢，我一直觉得他很面熟。哎，怎么说？这一趟应该是第3次来这里。哦，在这边服务多久时间？今年12年。他也说他来3次，但3次分别带的都是不同的。没有啦。它的特色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鹿鸣温泉酒店呢，距离鹿野高台最近的饭店。是，我们到那边只要5分钟的车程。他们的房型呢，可以配合很多不同的团体。情侣类的、家庭类的、亲子类的都可以。那如果是现在小孩子生的比较少，有没有？如果是带动物的怎么办？有宠物专属。
我们的毛小孩可以直接带到房间里面。我们有户外的泡汤的，跟宠物一起泡，专属于他们独立式的泡汤池。哇，你们是这个用有香氛是不是？怎么有一直闻到那种茶香？那我们的香味其实就来自红乌龙的天然茶香。他们的老板呢，真的是佛心人，因为呢，这个到处都有很多的小农嘛，一定会有什么季节有的过剩啊，产量或怎么样。那他们呢有个方法，我们直接跟农民收购，然后让住客只要付1块钱就可以把在地的多少钱高丽菜带走1块，1块，对，这里原加价购的概念。对对对，他就是看这一阵子是什么，对什么他就来了。这个也太佛心了。对啊。听说还有一个设置很厉害的，陆茶食屋，对，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结合了在地的小农，还有在地的商品，让大家可以做购买，也在我们的饭店园区里面建构出来的一个社区，每个人都可以来共享共荣的。原来如此。如果客人经过想要进来逛一下，我们园区其实有养20几只的梅花鹿，他可以进来逛一下是没问题的。今天的晚餐的话，就是在这边嘛。对，那我们这边是几食几博的，有没有什么样一个 set？ 我们最基本的话是含早餐，是。那针对常住客的话，我们有含2餐，甚至含到4餐到5餐都有。哦，你哪来？爱按哪夹你就按哪夹。然后我们先开箱房间好了，感觉一下。换好衣服，我们带着去泡温泉。好。整个东岸都是原木的世界，挑高，这个太挑高了吧？淋浴间、泡澡，对。然后呢，外面还有个外阳台。哦，那阳台也有点太大了吧？是完全可以看星空的，那个天光跟山的那个零线，对，刚好形成一幅画，有没有？你不觉得这个好好放松一下？阳台呢？对，蛮宽敞的。该不会又要训练吧？我们是讲求一种幸福的运动啊！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运动比较常，就是听到女生在做？就是凯格尔运动，从这腰部以下，它其实全部都有带到，它就是这样子，肚子一定要就 hold 住，对，就稍微让憋气，让我们挺上去，有没有？屁股要夹紧，我们等一下先从10下开始，我下去哦，可以，你要抓住，你不要变抛摔，你不会了 ，OK， 有没有？然后你双脚与肩同宽，双手稍微帮我扶在地面上，对，辅助一下，好，来，然后跟你讲屁股，奇怪啊，不好意思，这已经进入最高的原级了，对。来，腰出力，对，有没有觉得臀部的力量有感受到的？就是要夹紧，对，要夹紧。对，来吸气的时候，对，吐，来，再来 ，OK， 对 ，hold 住。其实小顺，我觉得你的臀大肌蛮有的，屁股算蛮翘的。那肚子要含住，然后稍微出力一下 ，OK 啊，慢慢吐。我是眼泪含住。对 ，OK。啊，最后一下我给你一点点力量哦，1、2、3，来出，看顶住，对，不可以被我压下去哦，很好，小顺，感觉怎么样？但现在有一点那个血液往头那边灌，但是一起来就全身舒畅。我觉得不同的阶段给自己一些身体的某部位加一点力气。对。而且你的臀是有力量，真的吗？你打打看，对我是不是有啊？很结实，你摸看看，有没有？好硬嘛。对啊，那这样子好了，那这样我们就换件衣服，对，泡温泉哈。好 ，OK， 好，来下班了哈。好，1、2、3，解散。哇，是不是挺舒服的？我是本来我也要下去，我怕都溢出来，站起来就剩下一半。我感觉你今天戴泳帽，然后泡头的样子，对，好好笑，让自己真的是放松一下。我们到餐厅去好好的享受一下。邱主厨你好，你好。是。那你这一阵子最厉害的拿手菜是在哪一些？沿用在地的食材，是延伸一些变化。而且你看这个有那个新鲜的果汁，是不是？红萝卜汁，新鲜现打，它有加一点点凤梨汁。真的非常的原汁。总共会有几道菜晚上？热炒的部分是6加4素，6道冷的，然后2样生鱼片。一个晚上大概有30种物件可以让你挑。真的，邱师傅，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邱师傅呢，真是满满的诚意啊！真的，我跟他说，你们就尽管吃，特别帮我们留那个菇，对，跟这个汤，
然后呢，还特别帮我们弄了这个旗鱼酥来给我们吃，生鱼片呢，还有在地的腌菜，他说港式的泡菜，这是洛神的，然后以及他们的南瓜的，然后这是韩式的，是，哇，真的都不一样。吃一下。来，我觉得他们推广那种在地就对了，就算煮法是一样，但是那个口味上就还是不一样，因为食材的关系。它那个酸甜感，很好，刚好是那种开胃。你之前来了2次，你有特别下来吃过吗？好像来匆匆去匆匆。是，我觉得跟来台东就是要慢。而且真的有时候心境到了，你才会开始步调会慢下来。哇，这个鬼头刀，口感很好。因为以前大家都想说，鬼头刀是不好处理，生鱼片很少，大部分都加工的。但是味道极好，弹性跟紧实度还有甜度，我觉得都很高啊。可以。旗鱼酥，旗鱼算是台东这边一个很大的特产，风浪越大才捕得到它。标旗鱼，现在还有吧？还有那砂锅鱼头感觉怎么样？那个砂锅鱼头它没有弄得太油，它主要用很多的洋葱去让它的那个汤头的味道更甜，因为它那炸的刚好酥头，那个酥的味道。它吸附一点汤汁那种感受。那刚刚我们看那一盆有没有？对，就是很多菇，放在一起下去炖，它奶味很强哎，它上面有一种类似裹了一点点像马铃薯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它那个胶质，我刚才吃好像有点那种菜头粿的那种黏度。对。这个很高山哎，你看，而且你来到这边有看到这边的有没有？欣欣向荣，是，你叫枇杷，对，除了新鲜水果，然后做枇杷膏，你还知道它能干嘛吗？这一园子哦，对，就是在专门处理那种比较特殊的。什么意思？它枇杷吃枇杷膏，难道敷脸？有没有？之前我们常常就是拿那个来弄在脸上，完全猜错，哇，猜错！我看来这边要找一个哈，跟你们同姓的，跟我同姓，姓廖的。但是呢，他赚很多哦，只是姓廖而已。姓廖，你是廖金锥哦，是探金锥。对，好。廖老板，廖老板在不在？啊，你家。哎，老板，你好。哇，这个叫什么所在？这个是路边桥的所在，海拔哈超伫600啊700这位置啦。为什么景这么悬？人讲种地唔喺度找海拔。对啊，鱼白就是要找海拔较悬的吼。是哦，是安怎？第一就是口感好，原底会较早。有人那无鱼白，我就有鱼白哦。季节比较早，采收比较早。我今天就是讲我几个较偏啦。对啊。我讲吼，鱼白哦，除了青家新鲜的，啊，做鱼白膏以外，有什么路用？啉啦，用啉的。用啉的？高汁，唔对啦，唔是啦，你也是他听讲的，对。做酒啦，做酒，鱼白酒，鱼白啦，系啊，枇杷酒，鱼白酒，鱼白酒。哎，这个品种叫我都做吗？早期食到鱼白叫做茂木，伫阮台东呢叫做长吉早生。伊的入口即化，低度呢有头就14度到15度啦，水温是足多啦。无怪安尼叫我都做酒啦。无安尼讲，爱食看卖，看卖。我传来办。咱一般吼，对咱的所爱有分析。叫红的，红色，安尼内底一定是红的哦。啊，这是乌的，这内底应该是青嘛。我的头盔已经试看卖啦吼。好大颗哦，水的呢。哎，这上面当时爱开始套袋。社会了，这个了，咱就甲套袋。因为咱是做有机的啦，要来见识无？好，见。来。为倒位甲整？为啥这条啊这吼捞一支根，比较见头。人家说的这个戏剧呢，如果没有梗的话，广告之后就没人看。对，来，啊，你家己种几年啊？我差不多种到30年左右啦。开头我以前呢有捞一个根呢，安尼开咧，了呢，照一个栽。
对这仔只白吼，啊白金烧无？哎有仔个白金烧。真好白。哎，真好白，啊白落来要白长咯，啊食嘛较好食吼。哎，啊头家恁经常无咧？啊你有两头家这我看卖，我来你看卖。哦，头家备料这，我备较甜啦，甜啊，你备较甜。对。我这有小可生蒸，但是鱼皮皮吼，就芬芳的。哦。琵琶以往我没有太喜欢，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没有人教学说要怎么拔比较好。之前吃到琵琶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干干的，水分没有很多，就觉得不知道在吃什么意思。哇，我第一次吃到好像水分这么多的，对，它那个品种不一样。那你想象出来画很工，这也是在做酒。啥物水果拢能做酒啦，是想讲爱鱼白来做酒吼，是毋是上好安尼啦？叫佢来做鱼白酒，真正。一比一重，啊，听人讲吼，即个规台湾敢若你一斤合价哦。因为鱼白酒咧做呢无好做啦，因为酵母哦，要适合这个鱼白酒，较无遐尼适合。所以我找酵母20个品种呢，才做这个酒。你爱饲哦？爱饲啊！啊，你做酒做偌久啊？我民国90年就是20几年啊，对。哎，佢足巧的哦。水的摕去卖，嘿，这都我大家来吃啦吼。啊，这呢，开始聊吧，这来做酒啦。我们刚刚从山下到山上来，路边好像看到一个酒厂，该不会那间也是你家的？哦，对啦。哦，哎，我跟你说哈，你看老板聊琵琶就是笑容，已经有笑容，但是更赚钱是什么？酒厂，因为他就老板的脸很像琵琶脸，对，哦，红嘟嘟的，像一个小苹果这样子。哦，那样。那老板你怎么教我们怎么这样选？这成熟度啊，10分熟啊，啊10分熟一定它绒毛，啊变了了哦。哦，阿玲，我来照开去。哦，来。头家讲伊吼，产品过了10种了。是。但今天呢，就让我们领略一下枇杷酒是怎么形成的。新鲜的水果采回来，对，把它掐头去尾，啊，客家花甲，哎呦，花甲好。哎，无比嘞，真的哦，3个月。它有点那怎么闻起来像美酒的那一种感觉？对，它是用一个大桶，果肉很多，对，啊，然后后面怎么样，慢慢沥出来，慢慢会萃取出来，是，它那个酒精成分就慢慢上来。哦，这个就是滴下来的。对。大概酒精浓度多少？这个是10度而已，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哎呦，很像梅子哎。真的，它闻起来就像美酒的感觉。等一下喝了，喝就不一样。对，等一下，你一直都等一下，我等不及了，等不及了。听说呢，要更上一层楼。对，这个是酿的嘛。对。它还有6的蒸馏。对，我们把这个呢，再去蒸馏呢，枇杷酒，这个浓度就高了啦。哦，这个多少？威哥48。哦，48。对。威哥，听说6完讲话会比较溜。真的假的？我那是看的。哎，我感觉一下哦。它已经蒸馏过的关系，它没有特别的一个什么枇杷味，但是我觉得还蛮浓郁、蛮香醇的果香啊，淡淡的枇杷香。你太快讲了啦，这喝完一根奇奇。来。再转1前我来再讲。重点它不辣，还带点甜，对。它已经储存10年了啦。10年哦，10年，难怪我想说怎么样高层高的那种感受。廖老板的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帅。对，哎呦，对，也对啊，因为姓廖嘛，对，姓廖，大家都值得姓廖。来，但是我要想的重点，他跟你一样花。真的假的？全台湾90%的花都是他处理的。哦呦，这么花，我只敢说10%而已。枇杷花啦，枇杷花哦，你们已经丢了啤酒花啦。你莫你叫，你莫讲一口。这个我没有看过。但是老板，你把它采下来，它后面不就不能结果了吗？哦，我们要先疏花啦。疏花啊，疏花，就是从疏花到花莲嘛，对，到台东呢。花采下来之后呢，要去太阳晒啊，晒干之后呢，再去烘焙，烘焙完之后呢，再来做泡茶。哦，可以泡茶的。对。哦，那一杯就是枇杷茶，它是很黏呢。对，淡淡的那种太阳晒过那种芬芳感，哎，真的很香哎。啊，伊迄底是爱搁甲参小款物件吗？哦，我内底有罗汉果了。哦。哎，老板，我这个没有喝到，那这个制作时间要多久？这个3个月。卖很大声不？
它的甜度真的很高哎，微微的很像美酒，但是它其实没有到美酒的那个酸度那么高，没有酒精感，完全没有，因为它甜度够高。顺口，因为哦，你这太好吃了。对，清甜，够香，我除了胃哦，你请看做清甜。那个威哥，我待会带你去。真的？你想要接了查甫人，就是手过来大鸡。是，哎，它真的很粗呢。哎呦，这样子呢，我们就出发了。好，去吃那个大骨面，好不好？没问题。来，小的嘞，出发吧！赞。OK， 好久没有被载了，小孙。报警！我报警察！报警！你不要抱我！我现在有点晕晕，我要踢球球，来嘞！到了！小孙，我怎么觉得你故意踩刹车的感觉？我整个那个龙头都快抓不住了。就这一间大骨面，哎，真的哎，我他妈有攻略哦。我以为大骨汤，但他说它是红烧汤头哦。这个味道在这边就可以吸收。对，因为它是红烧汤头，所以闻起来有点那种牛肉面的那种感觉。哇，很厉害，看一下。半斤羊肉面，半斤半肉了。真的喝醉了，是喝太喝醉了，半斤羊肉面，我想说哇，太想要要换度数了哦，这半斤。其实他是看错了，那是羊筋拌肉面。不要乱讲。这老板很有品味。对呀，也不是说随便的漂流木或几根木头摆一摆就有，这种有板的，而且大块，这很难呐，很香哎。对，所以有的可能是樟木，有的是可能是 hinoki。对，这边有一位在不好意思，不要乱摸，可以吗？是，小顺16岁，哎，你是这里的？对，他是客人吗？哦，老板啊，老板，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是，所以你平常有收藏这些漂流木啊，或者是喜欢的木材会留下来吗？哎，是东部这个地方，台风过这2条河嘛，很多木头会在这个河边。淤积在那边，对，会堵塞啊。对，县府说开放，你就可以去赶快下去，要好东西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木料？东部的话，木头集中在红块跟油山、雅山，也有牛樟这个东西。在林武来讲这是一级木。那你也就是很早就去开始找这些木头。有10几年前，本来木头、石头都比较喜欢。是石头没有像小树这么这么内行，因为现在都是世界级的藏家。当然，没有，哪有，没有。老板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是被你们家那个大骨髓那个味道吸引过来，对，这样子。但没有想到一进来就闻到这么好的那个木材香。是以前就在这边开店吗？没有，早期都是做人家的餐厅跟饭店，在厨房工作。这是你的故乡吗？对，我是本地人。你以前在哪里？对啊，我早期都在资本跟北部。在宜兰开过牛肉面这样。是。一般我们讲过大骨面，然后带的大骨汤都是白汤嘛。对。因为我在外面骑摩托车见说，这些红烧的。是红烧的。是因为以前牛肉面是沿用改良过，以前是牛肉面这个汤头。那你现在去牛变成猪跟鸡？对。听说你们家那只鸡也经过特别的那个炖法。这个当然，像红烧的汤头，几乎都会带一点微辣。对，很多客人在反映说能不能没有辣的这些汤头，我们再研发一种就是清炖的这个是鸡腿面。这种场面就是平常要有那个丰年祭才会有的。他把大骨头拿出来啊！我们先让它浇点汁，有没有？是。那我们试一下这个汤，这是猪的哪一部分？我们都使用猪的前腿，它前腿肉会比较多，也比较长。这个汤喝起来，我以为真的是牛肉汤了。哇！而且它那个酸菜真的是到位，刚刚好，那个在它的卤汁当中多了那种咸菜，却帮它提味以及解腻的那种口感。酸菜另外再炒过，所以用手这样吗？一定要用手抓。我觉得这有肉的。我觉得它应该马上就骨肉分离了。会，因为这个要控多久？前后要3个小时。
有点烫，有点烫手，哎，行不行啊？很烫，很烫啊！烫。哎，你那个没有什么肉哎，肉都在这边，来，那我怎么好意思？我这个比较好吃啦，你不要这样子，我们兄友弟恭。对，哎呀，我当弟弟了，这一块有 Q 弹的，太感人了。来，那我们就用这个块浸一下，来，浸皮。它不是单纯的皮，那是胶质啊！哎，这个要大推一下，我刚摇，这个要5级以上5级了。哇，这厉害，这厉害！哎，颤抖。摸起而且它就是要啃。我们猪肉本来就那种特有的那种猪肉香，是，然后它在那个猪油在里面，它是藏在深处的，当然，而且它卤到里面，所以跟你喝汤头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从里面淡淡透出一种奶香味，那种奶油的那种油脂感。它没有说让所有的筋膜都是像是猪脚一样都化开，对，它就还留有一点口感。你这样营业多久了？这样？今年第5年，回来5年了。对，这就是所谓的半筋半肉。对啊，这个是哪一个部分的肉？肋排蹄膀不是有一个中间有一个洞？对，取里面那个筋。刚刚我们吃猪大补，带有奶香，它就比较这种猪肉真实，然后吸附汤汁的那种。对。会不会聊天呢？吸附是海鲜。拍谁？用发音不好。那个风里面的那一块。这个是不是 ？Oh my goodness！Oh my god！ 你以为它是肥的？不是，它是有劲儿那一块。那块筋呐，真的，今天不回家了。哎，还有这个还没有。浓醇香。真的很浓，它汤头是清澈，但是非常的浓郁。你以为没有味道哦？不是哦，它这个算是用骨头跟蔬菜下去处理的。没错，哎，小蔡，听说里面有一点点凤梨啊，但是我最近凤梨有点过敏了。这个脆度，对，全身养起来都值得了。真的老天爷很特别，很公平。在宜兰做牛肉面，也许有他的安排，没错，但是也许这是祖灵在告诉你，哎，要回家。对，而且看他们两个黑白无常，不是，就是呢，这个肤质有点颜色差。这黑白无常是这样形容吗？没有，他就把黑白郎君吧，他们的心是结在一起。我已经描错了，你又描下去。拍谁？不会，两个多好。谢谢两位，谢谢。哥哥，你跟我走就对了啦。啊，我跟你走，我觉得很辛苦啊。旁边明明有马路，你干嘛不走？一定要带我走这个？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要另辟蹊径吗？是。当他在一种环境里面，过的那种生活不是他想要的，他就会找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在找一群人，他们不喜欢循规蹈矩就对了。自己选择在乡下，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呢，把心静下来，对，因为呢旁边都是农田，他们就自给自足，共同创造一个空间，然后叫做共荣共识。哎，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但问题是，他们现在这个庭院呢，有很多小鸡耶。来，我帮你找支棍子。这个，哎，我当爹吗？哎，你们好，哎，哦，有小鸡，不能再进去了。有小鸡看到，有小鸡来，嗨，哇，很多朋友大家都来这里。他们再进去了，我没有办法进去了。可以的，我帮你赶，可以，这就好了，就好了。不是啦，嗨。在这里，我在这里。对，我是乐天。OK， 哎，我们跨进去。对，跨进来比较安全。来，我们跨进去，来。它旁边都是啊，我就没有。这里，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笑脸粉，大家都知道了，一个这么强壮，然后呢体专毕业，然后看到鸡怕成这个样子，我来扶你。这不是扶的问题。我们听到你们的生活模式。真的是特别来看你们呢！嗨，欢迎你们，欢迎！请问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正要准备采收甜菜根。这都你们自己种的吗？对啊，
哦，我们之前有在淡水幸福农庄学习一些农法，从头开始摸索。如果你是乐天，他一定是知命。对，他知道他的命。气之命。这个是今天要采的吗？对。好不容易，对，经过了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是，乐天 and 知命。你们都是台北人吗？我高雄出生。你呢？啊，我在新北。啊，等于全台湾这么大，应该也有其他地方感觉可以符合你们的理念，但你们会选择鹿野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缘分呢，因为我那时候知道说这里也有很多前辈也是用这样子自然农法在耕作，我就先来拜访他们，他们就说你就来啊，这里地那么多，哪怕你种这样，然后对，他们就是给我们很多资源啊。所以这个计划是你先开始，先找一个地方，好，不要怕来了。我也有在注意。这样我们菜都要盖着种，不然他们有时候真的像丧尸一样，就把它吃掉。对，你可能前辈子吃颗菜。谢谢。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有兴趣，其实他们不敢踩出那个勇敢的一步。对。那你们当初的那个切点是什么？刚好有一个空窗，因为我其实是去澳洲打工度假，到澳洲之后觉得天哪，居然还有这种可以跟四季生活的状态。我回来就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再坐办公室啊，或者是我原本是做社工啊，找到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平衡。离开大学之后，我去 NGO 工作，然后才更认识土地跟环境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离开那 NGO 去走入环岛，在想那我还可以为台湾做什么，所以才这样遇到他，然后才开始学习务农这样。来的时候也赔了很多钱。除了吃这个之外，那你们正常的这个生活开销怎么办呢？其实变化很大哎，最一开始我还有去学校打工啊，民宿打工，因为我想在这里活下来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属于你们自己的思维模式，你们想去实践，那是一件大事。对，但是家人呢？家人一定会希望你可以稳定啊，然后什么样，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担忧。但我觉得冲击几年，我们也来10年，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眼麻痹的，觉得好像是这样。我跟他不一样，我跟他不一样。对，有活着就好。你家人怎么样？家人算蛮支持这件事情的，然后他只是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想要甘愿吃苦？我就说，我宁可活得有价值，也不想要活得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就这样活下来了。这样。好乐天哦，好乐天，太乐天，对啊，我的名字就叫乐天了。鸡毛回过来，对，没事。太恶了，我以为是蒲公英耶。他哪里不去就找你。其实他们这样做，对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理念，跟生活的这种模式，是被全世界看到。哦，怎么说？去年那个意大利他邀请台东去参加他们的慢食年会。慢食，对，他是要比看谁吃的多慢还是怎么样？没错，我们就是吃最慢那个，我们就入选了，不是啦。他的意思是，跳一下，我要点跳，他的意思是你重视食材来源，你在意它的耕作方式，对，你甚至认识产地，然后你用这个食物去加工食品，没有农药、没有化学肥料之类的，是他们更看重的农法。所以我们就是用我们自己代表的东西去参加甄选，然后我们就录取，然后去年就跟县政府大家一起去参加慢食年会。去意大利啊？对。哎呦，真是狗。虽然平常没有办法陪你们来这边共农，对啊，但今天可以共食可以。那这是甜菜根，一般会拿来制糖，或者是就是入沙拉。那我们该怎么挖？它们是长在上面的，所以其实只要拔它就会断掉。然后叶子吃起来会有像菠菜的味道。真的。叶子也可以吃，然后根茎也可以吃。然后其实在国外他们种更多的是吃上面叶子的品种。你来10年，种多久开始有办法开花结果？其实陆续都有，就是我们也不像说一般说要转换从农的状态，用很大面积的方式去投入。但找地方是最难的，有中间有搬过地方，有对啊，搬蛮多次家的。他现在怎么跟你们合作？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有个天使的屋主，对，就是他们就是说啊，这里这么大，就是我们如果可以管理得好，然后房子也有人顾就好，这样。房子没有人顾会坏。对，那这个空间参与你们这个理念有多少人呢？现在？
我们其实一开始移居来鹿野，就是有蛮大一票人，真的6、7个人。是哦。啊，结果有很多人也是中途就放弃了，很多人来去共很多人，后来维持下来的是，后来只剩共识。对，我们大概就这一组的。对。哎，这样差不多了。都是我在踩哎。一餐，你蹲在那边，我进不去啊。够了。我小时候就没有遇到这样的概念的，要不然我应该现在在外面流浪，蛮好的。对，这个理念挺好的。对，但就是不要养鸡。嘿嘿。突然间的门打开，才发现有这么多人。对，其实蛮多的哎，而且来自全世界的华人，真的，是不是有？高雄的、新北的、新加坡、台中、台北、新北，真的各个地方。哎，台中来外太空。OK， 这个是我们新加坡在过年的时候会捞一道菜，它叫鱼生啊。公司里的每一道菜都代表一个吉祥的象征，然后这里也是，对。然后等一下我就会把它都加在一起，然后我们就会拿筷子一起捞。然后这一年呢就会捞个风生水起。哎，太棒！不同的文化的一个交流也蛮好的。来，那你就从你开始。好，这个是生意兴隆。生意兴隆。金银满屋，财源广进，那是蜂蜜，财源广进。是有，然后是五福临门，对，然后这个呢是梅子酱，它是甜甜蜜蜜，幸福快乐。这个呢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黄金满地，大家就拿着筷子，然后呢就把今年所有的愿望呢就都喊出来，对，捞得越高越好，会实现。对，好，1、2、3，九大卖，顺利生产，来金钟奖。他们好像说有一些还会把它捞，对，要捞越高越好。对，太棒了。还要来，明年还要再来，好有气氛哦。那个甜椒好有力道，对，水分好多哦。那是饼干对不对？太好给。很棒，要不要放在里面？因为听他们讲，他们是不使用肥料嘛。对，我想说会不会甜度没那么高，或者什么水分没？哎，其实还是蛮好的。这只是前菜。哎呦，我们刚不是说无法共农，对，但是可以共食。后面还有真的还有厉害的。对啊，对，刚刚我们把那甜菜跟我们把它做成了料理跟大家分享。来，干杯一下！哇，这是我们见证的一种呢新的生活模式。是。这个米饼是你们自己种的米？对，自己种的米，然后请人家加工成米饼，然后就配未来我们会想要加工花生酱，跟做的伙伴做的。所以你看这样的讯息，他们有自己的群组。这个蛋怎么特别黄？对，因为它是鹅蛋。鹅蛋。蛋都特别黄，原因是他们没有吃饲料。他们吃的是他们吃米长大的。那你们的农作的话，有时候怎么被他偷吃这样吗？就是对啊，我看他们守不下来的就会被偷吃。你觉得有加糖吗？有，但是很香。没有加糖哦，对，完全是花生自己的甜味，还有米的甜。女生说不要就是要，女生问有没有就是一定没有。对，江湖混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总是要给他表现机会嘛。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发酵的盐区去做调味。这我们很像小米酒，发酵的菌种完全不一样。不然我们朋友是有跃跃欲试的感觉。我们有个摄影师一直在吞口水，它类似像味噌的概念。对，它其实它米曲这个米曲也可以拿来做味噌，然后你把它做成干式的，然后跟拉长时间发酵，盐度加高，其实就是味噌。我觉得台东好幸福哦。对，这个有跟餐厅合作做什么菜吗？就是他们会把它们当做是调味品去做调味，然后自己去做他们自己研发的菜色。然后它就是当它的那个取代盐巴的其中一款风味。其实调味料只是把食物的原味给吃掉了。真正的返璞归真。然后现在全世界
有多少个国家在鼓励这样的生活模式？慢食节我们那时候去其实有20几个国家去，尤其是菲律宾，我们觉得东亚这边的菲律宾，它其实更推崇这件事情，保种这件事情，他们更特别看重，甚至会跟我们部落的伙伴们交换种子。现在很多城市人，对，他也许躲在那边，在电脑后面一直生活着，但我希望说，如果你可以，你的心情已经被城市或者被哪一个主义或是概念绑很久，可以走出来，没错，好放松一下，我觉得蛮好。你看他笑容多灿烂，很美妙。来 ，OK， 谢谢你们，加油，要坚持哦。谢谢你们，再度上路喽。是，哇，这紫色的小花花，太舒服了，这个空气。对啊，空气是甜的，闻起来真的就是不一样。威哥，有发现，大白天就有人在烧火，我闻到了，我感受到了。对，他前面呢有几个人正忙着。对，他说到这部落来呢，我们可以寻找到一个，算是失落很久的谷物。那谷物你就喜欢了，就五谷杂粮。是，他们好像山里面呢，过去的那个传统到现在都已经慢慢失落了。是。啊，他们现在正在生火，不知道是等一下要烤一些什么东西吃。对，老板你好，哎，顺哥，你好，我是小顺，小顺，是，欢迎你们来到部落。不用嘛，不用，对不对？不用，不用是你原住民的名字，不用是我的原住民名字啊，全名是不用的，是雷南，等一下是巴利达。不用叫喜兰点打。对，不好意思。虽然很矮，但是有些部分名字的部分还是要长一点。哦，那这个是老板娘。这是我老婆，小玉。大白天就开始烤肉了吗？我们来山上，我们都会先生火，希望用烟来告知祖灵说，我有朋友，你要来这边，然后请你祖灵能够保佑你们在这个旅程能够平安。哇，祖灵住在风里面，对，烟吹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对，四处都在，他守护我们。是，谢谢祖灵。我们来寻找一个失落的谷物。是，就是花帮吗？传统的谷类叫做油芒。油芒，比较少听到。如果真的很少听到，来。对，你不要忙了，谢谢，不用。这是可以吃的吗？可以吃的。我们脱壳完之后，我们就把这个谷类跟我们的小米一起煮，然后变成我们的主食。那这个谷类也是全世界很特别，就只有台湾才有。是。那为什么它会消失了呢？农民就开始种稻了，开始种稻，这个传统的谷类就比较少。这个看起来看它甲薄菜大哦，对啊，比较小颗，是小米已经小颗，这个更小，它有点棉絮的那种感觉。但是不要看它小，它的营养成分很高，Omega 3、Omega 9，它又有植物的鱼肝油之称。鱼肝油哦，对，这一些呢，这些就是我们部落现在在种植的这个5种特别的富裕的。哇，你们好有心哦！这些都不需要用水的，因为将来因为气候变迁，有可能都缺水。吹血了，血，缺水啊。那我们有小米、红梨、油芒、蓟跟龙爪蓟，国家设计的蓟，一个河上面一个设计，对，这是龙爪蓟，也叫做5爪，就像5个爪子一样，所以都可以吃的，都可以吃的，都耐干旱。但是呢，我们这边吃东西不是要白吃的，对，我们还是要工作，要聪明一点，工作要祈福吗？对，我们要祈福，我们祈福就会用树皮打陀螺。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小米种下去之后，我的小米跟我转的陀螺一样生长得快，旋转而上。那我们旁边呢还会拿无患子插在这个土地上，表示说希望我的小米长得跟无患子一样大颗。哇！代表这个谷类能够丰收的，像不像那个龙眼干？对啊，对，不能吃哦，不然这个会满嘴都是泡哦。对，可以了。所以我们早上都不刷牙的，都是用这个来。不能乱教了，对，不能乱教。那我们祈福完之后，我们才开始玩所谓的战斗陀螺。所以我们部农族就会把各个家族的陀螺都拿出来。
看谁先把对方的陀螺用倒，打掉。哦，听说你们以前也是住在城市里面，后来把孩子带回来。对，那回到部落也是希望让孩子能够亲近这个土地，大自然。来，打陀螺它现在算一绝。是。树皮的部分哈，我们用粗糙面，增加摩擦力。对，越紧越好哈。我们大概留个20公分到30公分，手握着，身体越低要表示对土地的尊重。等一下打陀螺要有声音了，啪啪啪这样哈。哦，要用抽的。对，还要拍它，让它继续转，能够平安啊。快速生长。对。可以等这么久。对啊。我还可以边打边吃便当啊！哦，真的。他这个还要把树皮刨出来，真的是不容易，很不容易。哎呦，腰越低越好。这个是失败的样子哦。失败的样子吗？来了。哎呦，很快跟山猪一样。多了，这个不容易哦。重要的是要收回来，丢轻轻放，用力收回来。哎呀！喂，不是我，怕开肉啊！有成功哎！太不错了，还有我至少能赚，有赚。2个 PK 了哈！帅到我！有成功转出。结果是反而让自己伤痕累累了。好痛啊 ！OK， 好，哇，还蛮不错的。所以也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祝福，真的可以。现在应该也肚子饿了。听说你们家这个是用摇的米，摇米身体要摇。那我们就吃摇米，耶！好吧。来，小玉，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摇饭。对呀，这个灶很久没有这样煮饭了哦。是，而且它就是用一些原始木头的柴火。对，我们都是用木头。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来做那个小米油芒饭，这是刚刚我们有看到的油芒，然后这是脱壳过后的油芒。那么细哦，很细。对，就可以摸摸看。哎，对，好像鸟在吃的那种小米，有点像决明子的那种概念。然后这个是小米煮之前一定要先泡过水哦。对，然后这个是玉米粉，这个就是炸过的油芒。那这只是第4棒的，这个是以前阿公留下来的那个，我们就是木铲，就是拿来铲饭的，这个已经很有历史了。对，它煮起来像一般的饭吗？很像那种，就是小米把它煮到一种比较粘稠的那种口感。是，不能同时要1、2，1、2，来1、2，1、2，好，可以了。好，然后我们现在来试看看油温。要用手摸，这样可以？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哦。想换皮也不是这样。然后等一下你们来帮我放油芒哦。全部吗？没有，先丢一粒。有变白了，有没有？有，全部了。对。好。把它往中间，让它每一个油芒都沾到小米。炸得到。特别要让它爆，是因为比较香气。对。那以前你们祖先是怎么样吃油芒的？其实我们就是跟小米一起煮在一起。煮在一起。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把它做一点点变化。对，然后让油芒的风味更不一样。所以祖先们知道吗？知道了，我有告知他。有通知哦。好，那我们就把小米倒下去。我会爆哦。不用放，这个放中间一点，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等待。以前有跟老人家聊天，然后老人家就跟我分享说，他以前小时候有吃过令，他说我不知道那个国语怎么讲。那后来我们就是跟我先生从西部这样回到台东之后，刚好我们部落的长辈就是在富裕这些谷物，部落的长辈就跟我先生说，你可以种这个油芒啊。我就跟他问说，油芒有没有母语？这样，他就去问那个长辈，油芒的母语就叫令。然后我就回想到那个时候我在跟那个老人家聊天，他其实是跟我讲说他很想要再吃到令。我就很开心，我想说我要把油芒带回去给他吃。可是带回去给他吃的那个月刚好他就过世了。所以他到离开的时候，其实他都没有再吃到油芒。以前我们是搭配猪油，轻搅拌，开始摇了。
开始摇，你屁股没有摇也不行哦，撒出来的话就少吃一点点哦。它到最后会凝固成一块饼这样子？不会，不会，可是它旁边会有一个我们叫嘎嘎，就是那个国语怎么讲？嘎嘎。嘎嘎就是锅巴，对，Lady Gaga，对，Gaga是锅巴。嘎嘎。嘎，如果是嘎嘎的时候，我儿子就会把手指头伸出来给我嘎嘎。对，他再说喽，然后再让它煮一下，然后再搅一下，再煮一下。对，不用。要煮到差不多它水分收干，连到那个都有点仪式感。大半丢油。要很开心啊，对不对？摇摇晃啊，越来越漂亮了哦。哎，你看他很会，他的手势很对，同一个方向去搅拌它。那个锅巴才会出来。是。小心了，你不要把我锅子打破呢。哦，这个是我的嫁妆呢。真的。嫁到不能，就是娘家要跟你一个锅子，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你自己吃自己。不是啦，哪里自己？你要喂饱你们家的人。哦，嫁到阿美族嘞。阿美族的女生好像比较开心，比较有社会地位。对，他们是母系社会，我们是父系社会。我们家隔壁有一个什么系社会，你知道吗？第一系社会，英国一个南农第一系啊。然后我们再加一点玉米粉。上菜喽！耶！你们听到狗叫？有，肚子饿是不是？不是，这节目要旺起来。旺！来试一下我们刚刚的。其实它什么味道都没有加，它是完全天然的。对啊。你反而它就能够很纯粹的去感受到它刚刚我们的小米反而其实有点甜，小米的那种香味，天然的淀粉甜啊。对。但是因为有那个小爆米花，我觉得那个脆度、那个香味就在里面的迸发出来。然后它旁边有刚刚说那个嘎嘎，就还有一点点它的香气，像锅，这就是所谓他们锅巴香。对，油芒里里糕，他们就是加炸过的油芒，然后里面有那个蜜红豆跟红梨。因为我们布农族的麻糬叫做木吉，在传统来讲，能够做木吉的就是大户人家，因为它的田很多，所以它可以种很多。贵宾来的时候，有长辈的我们都会特别给他吃，富贵之一，很好吃哎，它完全有点像炸年糕的那种感觉，那种红豆在里面扮演的角色是甜甜的，就是有点蜜红豆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做的蜜红豆，然后再搭配红梨。今天介绍的那5种米，对，吃素的朋友，我们可以加豆浆或者加牛奶，做成像燕麦那样的，早餐的时候就可以吃。那这样的营养真的超级丰富哎。想要吃肉的朋友，我们就把它变成这样，五谷米配五谷饭配，这个就是五谷饭团的概念。对，很好吃哎。我们经常上狩猎去工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团，然后就配个。它有些就要阿拜啊，就是这样。对。还有 bagel，中间那个是什么？地瓜酱。哎，这个是红乌龙油芒bagel，刚好我们这边的产区种红乌龙，台东把台东的特色都加在这里面。地瓜酱这样又有带淀粉又健康，它这个绵感是非常好的哎，好细致哦。地瓜奶油概念，但它不是奶油，它是地瓜。还有外国的朋友来啊，我们就可以用炖饭，然后炖饭在旁边也是。炖饭还有加刺葱哦，慢慢吃。整个这一趟呢，我们的孝廉之旅，完全就是慢食，真的，这样子慢慢走，慢慢吃，慢慢享用，好好吃哦。对，那个刺葱搭配的那个香气，也很赞的一种香味。这是外国人来吃的，越在地就越国际。真的，跟他们吃饭这样子，真的又了解，然后再从中再感受到那一份真诚的快乐，在最慢的速度里面。把祖先的这些谷物呢，把它呢在2.0的这个复耕出来，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这次这个步伐没有一步是走错的。哎，我觉得这个上天是很公平。哎，我们大家都一样是24小时，都是一天。哎，但是他们过的感觉好像就比我们还要长。懂得生活啦，真的，掌握那个节奏就是不一样了。OK， 好不好？太棒了，今天谢谢这位，谢谢，不用，谢谢小玉。喜欢我们驰骋都市传说乡间的旅行风格吗？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按上订阅，加上小铃铛，快点！